可凉。世间哀愁，无知无休，离散却别我泪已从头。我愿山藏在我之后，让天下骨肉相守。我心悄望雨纷纷，还如土风的安详。我心悄望烛火之光，美人格外荒凉。盘龙文壶1个，金银错云纹尊1对，云纹壶2个，朱雀衔环杯8个，青玉盘子3对，波贝炉2个，卷云纹4瓣团花鱼1个。大王，这是王后送过来的陪嫁清单。看来王后还是用心良苦啊。王后派人自查从楚国陪嫁过来的嫁妆，她下令让她的应侍们也都要自己清仓查库。芈月嫁到秦国时囊空如洗，就不用查了吧？是。但另外2个应侍，他们2个在楚国都是有点背景的。那个景氏，他的族兄好像就是楚国才子景差。如今他怀有身孕，不能辛苦。你派2个能干的去给他当帮手吧。是。至于那个孟昭氏，就是招阳老贼的。寡人怎么忘了？孟昭氏就是楚国令尹昭阳的亲侄女。你们给我仔细着点，这些衣服和首饰可都是贵重东西，弄丢了1样，你们赔不起。王后不是让咱们自己清点东西吗？怎么来了这么多不相干的人？闭嘴！景氏那边不也来人了吗？估计是怕咱们自己清点累着。夫人为何如此烦恼啊？大姐，我又不是王后，有数百车的陪嫁，就这么点东西，犯得着翻那么仔细吗？有时数百车的嫁妆还不及那1、2件小东西价值连城。大姐，您这是说笑吧？你们可找到什么了？大姐，你看，这是臣妾的家书。老奴要找的就是这东西。看来，夫人，你要跟老奴走一趟了。大姐，都这么晚了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孟昭氏，大王有旨，宣你问话。为什么？见了大王不就知道了吗？请吧。这些都是王后进宫后置办的，或是大王赏赐的东西。即便如此，也要造册登记，交内府备案。好。王后不好了，
昨夜木间奉大王之令，宣孟昭氏内府问话，一直都没回来。出什么事了？据说孟昭氏与魏国派来的奸细有勾结。这怎么可能？王后，莫不是有人要对付王后，从孟昭氏身上下手？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这事儿传出去，与王后怎么也脱不了干系。这事儿与王后本不相干，最好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件祸不单行，我身上的罪名还没有洗掉，孟昭氏又出事了。躲是躲不掉的。去宣示殿。罪妇芈姝参见大王。王后这是为何？芈姝身为后宫之主，竟对身边应从勾结外人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一无所知，难逃失察之责，疏忽之咎，愧对大王的信任与嘱托，望大王责罚。此事也怪不得你。孟昭氏不守妇道，暗中与宫外匪人来往，挑拨是非，兴风作浪，这一切都是见不得天日，是背着人做的。而和氏璧一案，你也是侥幸，若中毒的不是芈月，就可能是王后。如此看来，王后也是受害之人。大王，姐儿，姐儿，给娘亲笑一个。孟昭氏死了，来，你先下去吧。走喽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听说孟昭氏是被大王给赐死的。孟昭氏也是可怜，我不信他有什么胆子要与朝阳和公孙衍勾结。他的初衷也只是想在后宫争个高低位罢了。锦诗也跟着毁了。大王下令赐死孟昭氏，锦诗吓得当夜腹痛不止，孩子早产，生下来不到半个时辰就没气了。因为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这般寒冷的天气，王后竟粗麻素衣，赤着双脚到宣示殿去请罪。幸好大王明察秋毫，倒也没过分责怪他。人在后宫，如周行江湖，到处都是暗礁潜流。纵然自己小心，也难免会有翻船的时候。是啊，陪我去看看王后吧。王后，芈八子来了。王后，已经是早春了，姐姐不要一个人总闷在屋子里，跟我一同去园子里走走。昨日刚下了大雪，冰封千里，哪里有春意？姐姐把心胸放开朗些，那飞雪不也是漫天飞花吗？可惜各花入各眼。姐姐，好了，上次之事，谢谢你在大王面前替我开脱。珍珠，去把我那件披风拿来，我也跟着八子出去透透气。是。姑姑，你看，身子这几天刚刚好些，就往雪地里跑，当心着凉了。你们两个丫头也是，让你们跟着八子，偏往那不该带的地方去带她。姑姑，都已经开春了。
开春的风最冻骨头。哎呀，从怀继儿开始1年多了，不让骑马，不让使鞭子，不让见风，不让见雨雪，不让晒太阳，不让多走动，都不知哪样我还可以做。又不是姑姑要拘着你，你自己在鬼门关转了几回，转眼就忘了。所以呢，玉儿得抓紧，下一个鬼门关在哪儿等着我还不知道呢。呸呸呸！姑姑，看看好不好看啊？好，这要是在咱们楚国呀，满山遍野的都是，到了秦国就显得金贵了。前2年我求着大王，从汉中移来了这几10棵梅树，今年还是头一次开花呢。开了花也不给寡人通报一声，连个谢字都没有。大王，臣妾这时才看到，刚刚摘下这几枝，正打算让人给大王送过去呢。还是你自己留着吧，元日刚过不久，放在屋里也添些喜气。哎，仙儿慧儿，你们多带些人过去，多摘些，给王后和其他几个宫的夫人送过去，让大家也添添喜气。是。大王今日怎么有空到臣妾这儿来了？刚才在王后那里坐了坐，顺便过来看看你。函谷关集结了大量秦军主力，军中粮草吃紧。王后提出用自己的陪嫁首饰筹备军粮，没想到王后真是深明大义。函谷关那边怎么样了？函谷关连日大雪，今日接到战报，各国兵马中只有韩、赵、魏3国兵马抵达了函谷关。燕国兵马尚未出动，楚国20万大军走到半路，突然说因为太冷，没有冬衣，不肯再前进一步。2日前，司马将军趁着大雪，夜袭了魏国的粮草大营，烧掉了他们的粮草，并意外虏获了几名监造弩机的韩国工匠。大王的话让臣妾想起一件事：孟莹嫁入燕国那函谷之地3载有余，刚开始燕国那边还常有书信来往，自从燕王驾崩后这半年多，怎么变得渺无音讯了？是啊，寡人心里也惦记得很。张子不日便会到燕国都城，他定可以见到孟莹，带回音讯。公子，咸阳城到了。先生是来住店的啊，你们秦国大王招贤纳士，我会在你们这儿住一阵子。哎，里边请。这位校尉，在下东周国世子苏秦，有一封重要书信要面呈你们大王。就凭你，说想见大王就见大王，我们大王哪有这般空闲？苏秦愚钝，还望这位校尉不吝赐教。你是世子，凡世子见大王都凭借策论高低，你的策论若有见地，还愁大王不召见你？此话当真？大王爱才，就看你是否真是有才之人。多谢。继儿，看看这个是什么？看看。姑姑魏夫人来了。怎么了？咱们这儿来了一位稀客。谁啊？披香殿的魏夫人。请她进来。是。继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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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。见过魏夫人。哎呦，妹妹太客气了，快坐。这小公子长得朱唇粉面，真招人喜欢。你看，你看这孩子一点都不认生。小孩子心里是最干净的。
是，小孩子的心是最干净的。他该午睡了，把公子抱出去吧。是，走喽。哎，走。哟，前些日子，妹妹派人给各宫送来了梅花，图个开春的好彩头。姐姐无以回报，也带了些东西给八子。刚好啊，前一阵子华儿猎了些白狐，急坠成裘，让人赶着做好给我送来。我和妹妹的身量差不多，妹妹赶紧试试，看看合不合身。魏夫人客气了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如何承受得起？我是特地来向妹妹道谢的。上一次若不是妹妹聪颖，向大王澄清了那和氏璧的真相，姐姐险些误会了王后，伤了后宫姐妹的和气。我一心只想报答，但思忖着这入口之物，难免忌讳，所以……姐姐快起来，姐姐言重了。妹妹，你是对姐姐仍心存芥蒂呀？魏夫人若是真心，这声谢我收下了，但狐裘还是请魏夫人拿回去吧。这，妹妹，你这不是拒人千里之外吗？夫人刚才说了，这狐裘是公子华对夫人的一片心意，我怎敢随意夺取？公子华孝顺，是魏夫人的福气，我也盼望着继儿有朝一日能长大成人，如公子华一般建功立业，得一方封地。自此，我也就一生无求了。我跟妹妹的想法一样。哎呀，只可惜他人对我误会已深。妹妹，你若不念旧恶，不计前嫌，姐姐愿与妹妹亲如手足。照我的脾气，就将他撵出去。他那次几乎害了你和小冉的性命，如今拿一件狐狸皮就想糊弄过去，哪儿那么容易？或许魏夫人想做个洗心革面的人，在宫外面也许有，但后宫里头不会有。亏你没收他那件衣服，不然我还真得一把火烧了他。说什么入口之物难免忌讳，当年你娘亲就是穿了一件微后送来的锦袍，弄得生不如死，否则……八子，姑姑为何这么不开心呢？没什么开心的事儿。谁说的？这眼下就有一桩。你说说看。大王让母亲告诉八子，过几日魏冉要跟着司马将军回来了，而且要在咸阳住上2日。大王要他回函谷关前进宫看看八子，让你们姐弟团聚一番。姑姑，小冉要回来了。是，小冉要回来了。小鸟飞，小鸟飞，要吗？要吗？母亲说过几日，这都过了几个几日了，小冉为何还没有回来呢？小冉就算回到咸阳，还得跟着司马错将军忙碌军务，闲暇了才能来看我们。小冉那么大点孩子，上沙场不哭就不错了，还能忙碌什么军务呀？难怪一路都在打喷嚏啊！原来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呀！啊？哎，不认识了。小冉，小冉，你怎么长得都已经比我高了？小冉一转眼变成大人了。小冉，姑姑，我回来了。小冉，小冉，
姐姐，萧然，小然想念姐姐。姐姐也想萧然，都变成大人了。小冉，你看这是谁？哎，这是继儿，快叫舅舅。继儿，继儿，我当舅舅了，我当舅舅了。来，继儿，继儿，姐姐觉不觉得继儿跟我小时候有些相像？可不是，都说外甥像舅舅呢。不过继儿可千万不要真的像我。小冉从小到大，给姐姐、给姑姑添了多少麻烦，惹了多少祸事。小冉，让姐姐好好看看你。告诉姐姐，你打仗时受过伤，对吗？我知道你吃过许多苦，还不愿意说。你过的是刀头舔血的日子。姐姐希望我做个驰骋疆场的男子汉，小冉从来没给姐姐丢人。这次随着司马将军去袭击魏国粮草大营，小冉又立了军功。函谷关那边战事如何了？楚国兵力正在函谷关外集结，幸好楚离子刚刚带着12万的增援人马抵达函谷关，那这仗就好打多了。哎，对了，找什么？我那包袱呢？啊，在这儿呢。哦，好，来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要交给姐姐的，都是小冉军功受赏得来的。有金，还有功勋田，不过只有10亩，还望姐姐不要嫌弃。哦，这2块玉也是我在疆场上得来的，就算作是给继儿的见面礼吧。小冉，这些东西我带在身上也不方便，以前还要托放在别人那儿，这次总算能见到姐姐一面，就都带过来了。傻孩子，姐姐这里什么都有。我知道，但这些都是小冉用性命给姐姐挣来的，以后小冉还要挣更多，给姐姐，给姑姑，还有继儿。好，那姐姐先给你收着，再给你添上一些，等着将来给你娶媳妇儿用。姐姐，慧儿，把衣服拿来。是。姑姑和姐姐给你做了几件新衣，你在外行军作战，千万别受寒了。哎，哦，看着就暖和。小冉，姐姐几年前给你的东西，你可妥当收着了？姐姐说的是《孙子兵法》13篇。正是。放心吧，小冉一直缝在贴胸的地方，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。他可是我随身不离的先生，我要时常向他请教呢。那是大智慧，会让你受益匪浅。小冉明白。来，试试。好，试试。怎么不吹了？许久不吹，都忘了曲调。曲中有些呜咽之声，甚是悲凉。排箫的心是空的，
芈月的心也是空的，彼此两相依。是因为你弟弟小冉走了吗？司马将军告诉寡人，魏冉天赋异禀，才思敏捷，假以时日，定是个领兵统将的人才。多谢大王赞许。大王日日忧心国事，可芈月却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。寡人心中想起一事，或许芈月可为寡人解怀。还记得四方馆吗？那些士子天天雄辩，很多都会写成策论，有些优秀之作会送到宫里来。可是遇上函谷关战事，军情紧急，这些策论都放在那儿蒙尘了。你若无事，可以去替寡人看看这些策论，挑选分解。而且这些策论诸子百家俱有，五花八门的理论相互攻击，倒可让你增长见识，辨别蛊惑之言。真的？寡人何时骗过你？芈月多谢老伯。为何要谢老伯？周有太任，善教文王，可谓良母；亦有一将辅佐武王，可谓贤妇。月儿不才，愿效先贤，为夫君分忧，也为将来教导继儿，增长见识。既然丫头喜欢，就这么定了。那此刻，我再为大王吹上一曲。好。开始吧。选好了，把它挂上去。是。以天为法，为方以举。这是姑苏唐记的策论，属于墨家。把它分开放。是。哦，这位校尉，怎么又是你？请问大王最近可有看我的策论？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想当官想疯了？日日来问。大王最近忙于军务，哪有时间看你的策论？如果大王看了你的策论，赏识你，自会派人去找你。你跑到这宫门来纠缠有什么用？不，在下不是想当官，在下真的有急事。这位校尉，麻烦你通报一声。行了，我说你这策论才交上多久，就急成这样？人家交上来1年半载没回音也不急，都跟你这样，这宫门不走人了。走。不是，这位校尉，我真的有急事，麻烦你通报一下。在下苏秦，姓苏名秦，东周人。我这次……啰嗦，快滚！你怎么可以口吐脏字啊？我怎么口吐脏字了？我说什么了？快滚！发子，天晚了，不急在这一时，咱明日再来吧。不急，让我看完这一卷。这天一黑，小公子就闹着要找你，这会儿肯定连魁姑都劝不住了。我看完这一卷吧。这一卷是墨家驳儒家的言论，格外精彩。再过一会儿，大王就要回宫了。
好了，走吧。是。姑姑，我回来了。你可算回来了。继儿呢？继儿一直哭着找你，奶娘好不容易才给哄睡了。我也是没办法。我每日去成明殿读这些策论，其实也是为继儿读的。为了将来能够帮继儿管理一方封地，学会如何开疆扩土、建功立业。等继儿长大了，会明白你这个当娘的一番苦心的。刚才夫人说到读策论，倒是想起了木心今日说的一事。怎么了？木心出宫拜事回来，见到一位姓苏的东周游士在和守门侍卫赌气，大概是他向大王投了策论，所以隔三差五的就跑到宫门外追问大王看他策论的结果，反倒被侍卫嘲弄。说来也是好笑，难道他以为大王那样悠闲，而天底下只有他一个游士在写策论吗？你不要笑话人家，保不定像他这样的人当中就有未央吴起。假若一直得不到国君重视，他会一气之下投向别国。哎，八子不正好在帮大王看策论吗？那就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，到底是何事让他这般急不可耐的。当儿百日时，芈月曾送他一个金锁。下月嬴稷就满2周岁了，这块玉佩送他，应该也说得过去吧？这玉佩是王后出嫁时魏后给的陪嫁之物，为何要给芈月？住嘴！你们要是再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这交房殿就留不住你们了。是芈月向大王成亲，救了咱们的性命，做人要知恩图报。出去外人面前提到芈月，更要恭恭敬敬的。王后，自从那个假和氏璧伤了芈月之后，王后也跟着受了连累。虽然后来还是还了王后的清白，但大王对王后仍旧冷了许多，1个月也来不了几次，就算来了，也是几句话一杯茶，转眼人就到西片殿去了。眼下大王的眼里只有芈月一人，长此以往，这后宫哪还有咱们的立足之地？王后，奴婢也是实在看不下去。王后今日赐芈月一个金钗，明日又赏她一块玉佩的，可是那芈月呢，何曾对王后感恩过？今日也不常来请安了，说什么大王让她到成明殿去研读策论。那成明殿是什么地方？王后都不能随便出入，怎么倒成了芈月的书房？王后，奴婢实在是替您感到委屈和不值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只争这一时长短，哪有来日天地？这些日子，我把进宫后的诸事细细地想了一遍。我是楚国的嫡公主，嫁到秦国为一国之后，但万事都不如那芈月伶俐周到。芈月能的，我不能，所以种种困顿怨不得别人。你们都起来吧。你们的心思我懂，但我的心思你们不懂。别在乎这一钗一玉的，都是身外之物。你们说，眼下是什么季节了？冬天过去了，已经开春了。冬日万物蛰居养息，眼下已是春天了。把眼睛放亮了，到处都是机会。大王，王后求见。让她进来。是。大王，王后有事吗？臣妾听说函谷关战事吃紧，大王运筹帷幄，日夜操劳，心神交瘁，臣妾十分不安，不知是否能替大王分忧。后宫千头万绪，王后已经够辛苦了，前朝之事就不用王后分心了。无论前朝后宫，眼光见地均是第一位的。臣妾过去见地不足，料理后宫捉襟见肘，
听说成明殿策论堆积成山，芈月帮着翻阅分类，仍是左支右绌，臣妾愚钝，愿效犬马之劳。王后的意思是，大王珍重才学出众之女子，臣妾作为大王之妻、后宫之主，理应不耻相师，研读策论，提高学识。疏而不才，望大王御惩。王后勤奋好学，寡人自当成全。多个人手，多把力气，你与芈月共同研读策论，定能相互切磋，相以成强。谢大王。王后，请。珍珠，给我。妹妹，这份策论讲了一大堆诗书礼乐教得好，可又讲了一堆清静归隐、安贫乐道。这世子说他是儒家，可我看他反倒像是道家。儒学中有多个学派，我想这个世子推崇的，该是儒家中的颜氏之儒。颜氏之儒。挂上牌子，勿因之而动之，法天地之始，万物自然。甚至不得不然而为。都2个多时辰了，我也真是有点乏了。珍珠，你去给我们姐妹烹壶好茶来。是。姐姐乏了便歇一歇。这些策论读起来虽都新奇有趣，但分类却是个心细的活，急也急不出个所以然来。那我可就真歇歇了。父王，出何事了？大公主有难了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
为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入骨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倾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